又有一款豪华电动车即将来到马来西亚吗？没错，今天我们看的就是 GWM 长城汽车的 Aura 07，正式在马来西亚新车 Preview。如果熟悉长城汽车的话，应该都还记得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Aura Good Cat 长城好猫那款比较小型的掀背电动车。那今天第二只猫正式来到马来西亚了，就是 Aura 07。它在不同的地方命名都不一样，它在马来西亚叫07，我记得在泰国叫 Grand Cat 吧，没有记错的话。那在中国的话呢，叫做闪电猫。定位就是一个豪华的4门轿跑电动车，我们预计它应该会卖个17万上下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市场，然后跟对手的定价而言，应该是这样子17万、18万吧。目前会有2个车型在马来西亚贩售，同样都是83 kW 的锂电池，但是因为一个是单马达前驱的长城版，一个是双马达的高性能版，所以就一样的电池，但是一个里程可以到600多公里，一个里程是500多公里，那就看大家怎么去选择你要什么。我直接把数据跟大家说一下好了。目前2个车型，如果是 long range 的话，是204匹马力，340牛顿米 ，NEDC 里程640公里。那如果是 performance 版的话呢，就是前后双马达的配置马力是408匹，扭力是680牛顿米。续航里程550公里的 NEDC， 0到100加速4.3秒可以完成，就分别是2个车型将会在马来西亚贩售的。所以当2个车型都是83 kW 锂电池的时候，其实续航里程某程度上就真的会让人比较安心一点。有机会我真的想试试看，我们就是满电回甘榜，再回来 KL， 看它究竟能不能做到好，外形的部分呢，它还是很大幅度延续了就是好猫家族的这个面孔非常圆弧式的头灯，非常圆弧式的车头，圆弧式的整个车身线条。然后你可以在它车头里面看到LED 的日行灯光圈 ，OK， 这个标志性还是在这边，但是里面的头灯呢是非常漂亮的那种whisky 杯的造型所以它的整个造型是蛮好看的。再来车头，虽然说它圆弧，可是它的细节装点很有趣它有这些格子纹路处理，然后还有在保杆前面开了2个圆弧状的设计，所以整体的设计就是你既有一点少女心，但是整体的车身线条那个轿跑的韵味还是很明确的。前面有镜头，所以它有360环景显示。那在国外，它的标配是2.5版本的 Pilot Assist 嘛，那据说可以选配成 Level 3的自适应灯跟车等 ADAS 功能，所以配备而言是非常方便的。那主要等下我们要去看里面，因为我说的豪华电动车真的在里面非常非常强烈。Aura 07的车尾呢，你觉得像什么？2个提示，一个是保时捷，一个是宾利。它这个轿跑的线条真的非常夸张，而且重点是什么？它的车后玻璃是直接延伸到半个车顶的所以它整个后背的曲线非常非常漂亮。再来就是尾灯的造型也非常的宾利，哇，这个造型真的是豪华感十足嘞。Aura GWM 07全部都有标出来，轮圈呢用的是235/50R18的配置。再来有2个很特别的东西，第一，它的门打开来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你看到它的氛围灯，它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你开了门，它就会闪红灯，它是一个警戒的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警戒的作用，就让后面的车来的话会看到多一个提示灯。第二个就是它的扰流尾翼，我现在开给你看看它的扰流尾翼开起来，感觉完全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帅气度加分很多很多好，尾门打开来，当然是电动尾门，而且因为它的车身长度的关系，它的后车厢其实收纳容量非常大。其他的部分呢，工具组充电线这些全部都有包括在里面。车里面如何呢？走，我们上车去看。好，坐上 Aura 07的后座呢，第一件事看。4扇车门都是无窗框的配置，
非常非常的漂亮。第二件事很重要的，过来看，这个上车马上 feel 到了，你看到它的 carpet 了吗？它的这个绒布的质感跟厚度，我跟你讲，这辆车你乘客上车，你要叫他拖鞋上车可以哦，超舒服的，这个 level 超高。再来就是玻璃车顶的设计，它除了中间这个 beam 之外，全部都是玻璃顶，一路到后厢去，所以它的空间感真的超好的。你知道玻璃顶我又要说什么了？你唯一需要的隔热膜，高清晰度、防 UV、高隔热，只在 Total God。至于乘坐的部分呢，来前座调到我的座位，我的膝盖有差不多3个拳头，我的头部呢，因为玻璃车顶的关系所以头部也有差不多3个指头的空间。虽然它是滑背轿跑的车线条，可是空间有稍微加分的。中间打开来，靠手有 support， 然后有2个置杯架，皮革座椅。中间跟旁边的透气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左右边都有防滑的设计，然后长度比较够，只是抬高没有很多，但是你的包覆感、承托感都非常强烈。再来就是里面的材质，用皮革，全部都是皮革，然后雾银搭配氛围灯，整体的这个内装是高级感满满，真的是高级感满满。后面有冷气出风口，不可以调风量，不可以调温度，就只有开关而已。再来下面一颗 Type C， 一颗 USB， 一个小收纳格。最后一点就是它的音响系统，今天它采用的是 Harman Infinity 的音响系统哦。好，坐上 Aura 灵气的驾驶舱，哇，它跟好猫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OK， 首先第一点最明显的就是驾驶仪表的部分，这个3元式的显示整个高级感很明显呢，就完全不一样的氛围。OK， 这是第一点感觉到的。第二就是中控萤幕，它整个呈现出来的利落感、高科技感是完全另外一个档次的感觉了。再来，我们先回到座椅的部分，前座明显。长度、高度都有 ，support 都有，旁边的整个承托感，然后再加上它有一点那种 semi bucket seat 的，有一种很强烈包覆感的运动座椅的感觉，所以跟好猫完全不一样。好猫是可爱、年轻的氛围，这两是成熟、稳重、豪华的氛围哦。材质的运用，上面皮革，下面皮革，中间一点这个硬质塑料，然后整体的材质运用都是那种。皮革的高级感，然后你的膝盖也没有东西阻挡，不会打到脚。驾驶盘的设计也跟好猫不一样，3辐式，然后上面的按键是比较利落、高科技感的，然后下面竟然还有一个格子漆的纹路啊，所以这辆很可能就是 performance 的车型。再来，功能，整个的使用利落感、流畅感非常好，然后前面2张座椅可以启动这个按摩座椅的功能。有 Android Auto， 有 Apple CarPlay， 往下看3个旋钮，不是超跑的换挡它是空调的旋钮，再加上驾驶模式的切换，是可以在这边很简单就可以做调整的。然后氛围灯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下面这里是一个可收纳的置杯架，这个设定也太高级了吧！下面收纳格有 USB 2个，中间一个电源插槽，然后很简单的收纳格，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感觉跟好猫是完全不同的个性。虽然外形上你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猫家的影子，但是里面的整个豪华打造上，我在想它应该不会卖得太便宜，因为你往下就跟好猫割那道，然后它的材质整个看起来就真的是。高级感满满啊！这辆车真的，你真的要去到车里面去坐一坐，去 feel 一下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是，那有机会我会想要去 try 看看驾驶体验表现如何。那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欢迎留言给我们知道。有没有想收看完全呢？我们下期再见，拜。